第二集要来不专业的公构台湾性别对立在经济面上面的由来。我等一下讲的这些社会或是经济事件，当代人应该都很熟，但是 YouTube 的使用者年龄层还蛮广的，或者是非台湾人可能也不太熟，所以还是花一个篇幅介绍一下。如果我有漏掉什么重大事件，可以在留言区帮我补充。台湾的经济有一个失落的年代，大约是落在2000年到2020年之间。这20年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，也就是在这20年间求学、求职、工作的人，大概是6年级的后段班到8年级的前段班，也就是目前2023年大概25岁到45岁之间的人。那么这个20年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首先从1970年开始，这个时候台湾还有所谓的人口红利，所以经济主要是用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跟基础工业撑起来的。之后我们转型成了电子工业跟服务业。电子工业就是以护国神山台积电为首的其他周边产业。1990年之后，台湾跟进了全球化的脚步，西进中国投资，并且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。但是因为资金流出，再加上产业整体并没有什么升级，导致台湾本地的薪水反而没有什么涨幅。这个就是民进党所谓的根没有留台湾。再加上同时美国开启了大印钞模式，导致全球通货膨胀。2000年之后，全球经济成长减缓，去中国那一批有赚到钱的台商就把资金回流台湾，投入房地产。于是台湾的中产阶级就发现10几年过去，自己的薪水没有涨，可是物价跟房价都涨了。如果以消费力来判断，自己就从中产阶级往下流动，变成了下流阶级。这个现象也就是大前研一提出的社会 M 型化现象。总之就是这个时代的穷人变多了，有钱人也变多了，但是中产阶级消失了。但是与经济相反的是，这个期间女性的地位反而是一路爬升的。因为基准点真的不太高，经济成长的时候，女性因为参与劳动，所以走出了家庭。之后1990年代解严，所以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，这个其中也包括妇女运动啊、女权运动。到2000年的时候，妇女的权益在工作、家庭跟参政都有了更多的保障。跟经济层面比较相关的就是工作上面的性别平等法案、同工同酬，以及家庭上面女性可以继承家产，还有参政保上名额之类的。到今天，虽然女性的社经地位还是略低于男性，但是又在社会上面独立生存，不用靠男人走进婚姻，应该大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这也就直接导致女人结婚的条件变高了，因为自己也可以活得不错。但是男性在自己的薪水不如父辈，讨不到老婆的情况下，又因为现在的社交软体发达，每天都可以在脸书或是 IG 上面看到自己的女同事逛街购物喝下午茶，再对照自己家里那个老爸有女人伺候，就觉得很不公平呢。认为说有了女权撑腰之后，台湾的女人变得很贪婪，只愿意自己享乐，却不愿意分担男人身上的经济重担，走入婚姻。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，他们的怨念就在网络上面爆发了。
起始点是 PTT 上面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母猪教的新兴团体，他们会去称呼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女人是母猪，然后开始在各大平台的留言区轰炸女网友。这个问题就一直吵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共识，但是台湾的结婚率跟生育率还是一路的往下掉，这个现象也是本系列的主题。